他只是想往清澈的海水里撒个尿，不料身后的船帆却仿佛有了生命一般，猛地砸在他后背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他幸运地抓住了护栏，可游艇仍在高速前进，双脚悬空，毫无支撑。冰凉的海风呼啸而过，吹得船身剧烈摇晃。为了活命，他拼命扭动身体挣扎，终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双脚勉强踩到了游艇边缘。有了支撑点，他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。侥幸捡回一条命后，杰森再也不敢在甲板上解决个人问题，老老实实返回船舱内的厕所，舒舒服服地小便了一次。可就在这时，厕所门竟砰的一声自动关上。他起初没多想，只当是海风吹的。然而，当他上完厕所准备离开时，却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。无论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拧动门把手，都毫无反应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。他急忙站起身，试图用蛮力撬开门，可那扇门仿佛被焊死了一般，纹丝不动，将他牢牢困在狭小的厕所里。焦头烂额之际，他忽然瞥见梳妆台里有一把剪刀，似乎能用来拧松门锁上的螺丝。可诡异的是，剪刀明明能插进螺丝槽，无论他怎么用力，螺丝却纹丝不动。就在他几乎绝望时，远处传来一阵货轮的汽笛声。他赶紧扑向小窗，竟看见一艘冒着黑烟的货轮正朝游艇直冲而来，眼看就要相撞。为避免被撞成碎片，他疯狂寻找能用的东西砸门锁，可那锁坚硬如石，根本无法破坏。情急之下，他脱下衣服从小窗伸出，试图引起货轮注意，却毫无作用。他又试着把头伸出去，可窗口太小，挤了半天不仅没成功，眼角还被锋利的窗框划伤。生死关头，他猛然想起小窗外似乎有根绳子，若能将绳子缠住螺旋桨，或许能让游艇停下。他迅速打了个死结，将绳子抛入海中，果然奏效，螺旋桨瞬间被缠住，游艇骤然减速。但绳子收得太快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猛地勒住脖子，窒息感如上吊般袭来。他一手死死抓住绳子减轻勒力，另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，千钧一发之际竟摸到一个钩子。他用钩子勾住绳子，拼尽全力拉扯，终于挣脱了死亡的绞索。缓过神后，他望向窗外，货轮已远去，危机暂时解除。可一想到自己仍被困在厕所，绝望再次涌上心头。更糟的是，螺旋桨被缠住后，游艇已偏离航线，随波逐流飘向未知海域。就在此时，船舱底部开始渗水，眨眼间，海水已上涨10多厘米，连地漏盖都被冲开。因一天滴水未进，杰森口渴难耐，竟捧起海水喝了一大口，又咸又腥，根本无法下咽。而渗水速度越来越快，仿佛这艘邪门的游艇正打算将他活活困死在这狭小的牢笼中。他拼命从小窗往外舀水，可渗水速度远超他的动作。就在他彻底绝望之际，游艇竟像有了意识般，突然调转船头，径直驶向不远处的风暴。狂风骤雨瞬间将船掀得东倒西歪，雨水疯狂灌入船舱，眼见水位不断上涨，杰森只能蜷缩在厕所最高处，咬牙硬扛暴风雨的冲刷。所幸风暴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但冰冷的海水已没过他的身体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几乎被冻僵。短暂休息后，他勉强恢复了些知觉。然而，被困一天一夜的折磨，饥饿与恐惧已让他濒临崩溃。他清楚，若再不出去，必死无疑。于是，他用尽最后力气疯狂撞击厕所门，可身体太过虚弱，踹了半天毫无反应，最终瘫倒在冰冷的海水中。就在意识即将消散之际，门锁竟咔嗒一声莫名松动了。他颤抖着拧动把手，再用力一撞门，竟然开了。重获自由的瞬间，阴霾一扫而空。他冲上甲板，大口呼吸着久违的空气，但他知道现在不是喘息的时候。这艘游艇太邪门，必须立刻离开。他迅速拆下厕所门，绑在4个气囊上，做成简易漂流筏。可刚坐上去，又觉得可惜，若能修好这艘捡来的游艇，或许能卖个好价钱。念头一起，他干脆折返，找来发动机，自制抽水泵，一点点将舱内积水排出，又用胶水封住船体破洞。一切就绪后，他走进驾驶舱，拿起对讲机呼救，却始终无人回应。无奈之下，他清理发动机，收起船帆，打算第二天亲自驾船返航。然而一觉醒来，
他竟发现游艇已自行启动，正朝着未知方向航行。他顿觉不妙，立刻冲向驾驶舱，可船舱大门却再次诡异的锁死，任他如何拉扯都无济于事。联想到之前被困厕所的经历，他猛然意识到，这船上或许有某种看不见的存在。就在这时，浴室传来异响，他小心翼翼靠近，只见一个盖板突然掉落，露出一条狭窄通道。确认能通向甲板后，他毫不犹豫钻了进去。本以为绝处逢生，却万万没想到出口竟被一扇玻璃窗封死，无论怎么推都纹丝不动。更可怕的是，身后的通道也悄然关闭。他瞬间被困在更加逼仄的空间里，空气迅速稀薄，视线开始模糊，力气一点点流失。就在他以为生命即将终结时，通道底部的门竟自动打开了。突如其来的转机让他难以置信。确认不是幻觉后，他缓缓爬出。诡异的是，当他回到房间，那扇原本打不开的门竟轻轻一拉就开了。他来不及细想，冲上甲板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彻底愣住。游艇竟将他送回了家乡，可村庄已成一片废墟，不见一个村民，仿佛荒废多年。他四处寻找，始终无人踪迹。就在他濒临崩溃时，那艘游艇竟再次出现，缓缓驶向大海，仿佛故意将他遗弃在这片死寂之地。随后，他又悄然折返，朝他所在的方向静静驶来。影片至此结束。